女儿获得法语冠军当天，我报班苦学半年，准备给她一个惊喜时，却听到她在房间里用法语和婆婆交流：“奶奶，我们把妈妈赶走，让爸爸把芝芝阿姨和壮壮哥哥接回来，一家团聚吧。”她口中的芝芝阿姨正是老公的白月光。当晚，老公就把白月光母子接回了家，说他们生活不易，要在这里暂住。女儿推开我，笑着跑去欢迎他们。婆婆也将我踹到一旁，威胁我要是不同意就把我赶走。我不怒反笑，点头把他们迎了进来。趁他们一家团聚之际，反手给律师发去短信，帮我拟份离婚协议，还有我要收回我的婚前房产。他们不知道，这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只要我想，随时可以收回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听到女儿的话后，原本在厨房忙活的我瞬间愣在了原地。在她学法语之前，我从来不知道老公和婆婆也会法语。我因为女儿好学而欣慰，为了给她良好的口语环境，陪她一同成长，我还偷偷报班苦学法语半年，正要给她一个惊喜。直到我听到她在房里和婆婆用法语交流，我这才如梦初醒。原来全家人都会法语交流，只有我才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那个人。不等我回过神来，门外便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是我的老公霍廷琛回来了。不过这次还带回了他的白月光林芝芝，以及一个6、7岁的小男孩。在我愣神间，锅里传出一阵糊味。霍廷琛顿时眼眸骤冷，苛责道：“都说了晚上会来客人，这就是你准备的大餐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难怪会被公司开除。”闻言，我咬紧了下唇。这些年，为了更好地照顾霍家人，我主动辞职在家，当起家庭主妇。霍廷琛心性高，我不想让他对我心怀愧疚，便说笑骗他说是被公司开除了。没想到他却当真了，还故意用这个来扎心我。这一刻，我突然觉得眼前这个男人无比陌生。我没有手忙脚乱地继续做饭，而是抬眼看向霍廷琛，指了指他身后的林芝芝。他真的只是客人吗？前面霍廷琛说会带客人回家，但我怎么都没想到会是林芝芝。她是霍廷琛的白月光，他们彼此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。可我清楚，霍廷琛从来就没有放下过她，不然他不会在深夜看着他们的合照愁眉不展，也不会经常梦语林芝芝的名字。结婚5年，我总以为自己能感化霍廷琛，不曾想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被我这么一问，霍廷琛不悦地皱起眉头。芝芝他们孤儿寡母，生活不易，我看不过去，带他们来家里暂住一下怎么了？林芝芝顺势挽住霍廷琛的胳膊，满眼挑衅地看着我。乔念姐这么善良，肯定不会拒绝的，对吧？我看着林芝芝和那个和霍廷琛长得5分像的孩子，心里说不出的滋味。正要开口拒绝，听到声响的女儿却从房里冲了出来。她一把推开我，笑着跑去欢迎林芝芝母子。芝芝阿姨，壮壮哥哥，你们来了！女儿扑进林芝芝的怀里撒娇，更是拉着壮壮不撒手。我一愣，没想到女儿还有这么热情的一面。女儿总是对我态度冷淡，只有我买了她喜欢的公主裙，她才会施舍给我一个微笑。我以为她性格如此，总是尽力讨好，却没想到她也能轻易展露笑颜。这时，女儿突然用法语和林芝芝交谈了起来。芝芝阿姨，我们什么时候再像上次那样一起去游乐园玩？要是你能当我妈妈就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尽情地喝奶茶化妆了，不像母老虎，
只会逼着我学习，烦死了！我心中酸涩，女儿竟这么想我。我不让她喝奶茶，是因为她有心脏病，喝多了对她心脏不好；不让她化妆，则是怕化妆品刺激她的皮肤。没想到她却嫌我烦，而且他们4个还经常偷偷出去玩。林芝芝得意一笑，也用法语回复：“你妈妈确实太强势了，要是你是我女儿，你想干嘛就干嘛，我肯定不干涉。”被她这么挑拨，女儿立马朝我翻了个白眼。他们当着我的面用法语大肆说我坏话，殊不知我全部都能听懂。这时，婆婆从屋里出来了，她看到门口的壮壮眼都亮了，立马将我踹到一旁，直奔壮壮而去。被她这么一踹，我腰椎传来一阵刺痛，骨头仿佛要被生生踹断。婆婆摸着壮壮的头，用法语说着：“这就是我的乖孙吧？可惜了，有这么一个妈。”她嫌弃地看了林芝芝一眼，霍廷琛立马将林芝芝护在身后，用法语回应：“妈，芝芝当年抛下我出国是有苦衷的，何况她为我生了壮壮，您就别计较了。”霍廷琛眼中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。和他结婚5年，每次我和婆婆起了矛盾，他都置之不理，当个透明人。我还以为他向来迟钝，却没想到只是我不配。不过他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林芝芝当年去的好像就是法国。我自嘲一笑，难怪这一家人突然说起了法语，原来都是为了林芝芝。可笑我居然被蒙蔽了这么多年。见我被冷落一旁，林芝芝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乔念姐，真不好意思。”我一激动就说起法语了，都忘了你听不懂了，你可别介意呀。不等我说话，霍廷琛便冷着脸说道：“乔念，前面我问过佳佳和妈了，他们都同意林芝芝母子留下，你认为呢？”若是之前，我肯定会发疯反驳，但现在我却只是点了点头，我没异议。见状，霍廷琛先是一愣，随即又满意点头：“你懂事了许多。”可我不是懂事了，只是对他死心了。在他们一家团聚的时候，我反手给律师发去短信，帮我拟份离婚协议，还有我要收回我的婚前房产。他们恐怕还不知道，这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只要我想，随时可以收回。这套房子是我的陪嫁。当年霍廷琛只是个穷小子，爸妈不支持这段恋情，多次劝我分手，奈何我恋爱脑上头，不惜和家里断绝关系，也要和他在一起。最终，爸妈只能妥协，却全款给我买了一套房，写了我的名字，说是给我的保障。为了给我留足退路，爸妈专门我做了婚前财产公证。我还因为这事和爸妈冷战了好几天。我觉得爸妈这是不相信我的眼光，是在质疑霍廷琛的为人。现在想来，得亏爸妈当时机智，留了这么一手，要不然我现在哭都没地方哭。发完短信，我直接回屋，准备收拾东西搬出去。刚进屋，就看到林芝芝带着壮壮在我的房间里一通乱翻，看着他手里拿着的那个限量款口红，我不由一愣。这是我母亲死前送给我最后的生日礼物，我一直都小心翼翼地珍藏，舍不得用，只为留作念想。给我放下那口红，我妈送我的。我冷喝一声，就要上前把口红夺回来。林芝芝却是挑眉一笑，不仅没放下，反而当着我的面故意松手，任由口红摔成2半。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。看着他小人得志的模样，我怒火翻涌，我就要发作。林芝芝却拉过壮壮，抬手扇了他一巴掌，壮壮的脸立马红肿起来，被吓得哇哇大哭。不等我反应过来，林芝芝立马把壮壮抱在怀里，瞬间红了眼眶。乔念姐，壮壮不是故意摔坏你口红的，
只是这些年家里穷，她没见过这些稀罕玩意，所以才想摸摸看看。但你再怎么生气，也不能打孩子啊！下一秒，霍廷琛便脸色阴沉地冲进来，反手给了我一巴掌。乔念，不就是个口红，你至于这么小心眼？都多大的人了，犯得着和一个孩子计较？真不害臊！我蠕动嘴唇，可那是我妈送给我。不等我说完，霍廷琛冰冷打断：所以你就可以动手打人？何况你妈都死那么久了，这口红摔就摔了，省得放在家里平天晦气。我一愣，没想到霍廷琛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之前他明明是很维护我的，家里的佣人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这支口红，他就直接把佣人开除了，还专门给口红买了密码锁。他说只要是我珍视的东西，他都会好好保护。现在却说摔就摔了。在我愣神间，女儿也冲进来，对着我的手就是狠狠一口。坏人，不许欺负芝芝阿姨！我的手被咬破，鲜血直流，比起手上的疼痛，我的心却更疼。我怎么都没想到，怀胎10月的女儿竟然会为了林芝芝动嘴咬我。这可是我一手养大的女儿啊！她高烧的时候，是我日夜陪着，废寝忘食地守着照顾。她在学校被人欺负，也是我冲去学校给她撑腰，替她出头。她曾说过，等长大一定要好好孝敬我。可现在她长大了，却为了林芝芝3番5次地伤害我，让我伤心。林芝芝见状，嘴角止不住地上扬，明明很得意，却偏偏以退为进。廷琛，别怪乔念姐了，她生气也是应该的。算了，我还是带壮壮走吧，睡桥洞而已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也习惯了。婆婆自然不肯，紧紧抱着壮壮不撒手，指着我的鼻子怒骂：乔念，壮壮他们已经够可怜了，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？我觉得可笑。我为这个家辛苦付出5年，到头来却换不来他们的信任，只换来无尽的指责和埋怨。到底是真心为了狗？这一刻，我心如死灰，也懒得辩解了，俯身把碎成2半的口红从地上捡了起来。霍廷琛却不乐意了，眉头紧拧，愣着干嘛？还不过来给芝芝道歉？我眼都没抬，自顾自地捡口红。女儿气得一脚踢飞我的口红，做错事了就该道歉，这不是你教我的吗？我冷眼看着女儿，她和她父亲如出一辙的自私凉薄。霍廷琛的基因可真强大。这边女儿还在咄咄逼人，甚至踢我膝盖，想让我强行下跪给林芝芝道歉。我忍无可忍，反手对着女儿就是一巴掌。女儿愣住，捂着红肿的脸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：你敢打我？你滚！我没你这样的妈！不怪女儿震惊，毕竟从小到大我一向宠她，连重话都不曾说过半句，就更别提打她了。可就是因为我太过宠她，才把她宠得这么无法无天，甚至宠成了一个白眼狼。我冷声道：那正好，这一巴掌就当是断绝我们的母女情分了，以后我也没你这个女儿。闻言，霍廷琛顿时黑了脸：乔念，你发什么疯？我一脸冷漠：我是认真的，他那么喜欢林芝芝，那正好，让林芝芝当他妈吧，反正都要离婚了，我又何必在乎他们的感受？林芝芝眼里满是幸灾乐祸，却偏偏跳出来装好人，怎么会有不喜欢妈妈的女儿呢？乔念姐，那都是家家的玩笑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为了缓和气氛，林芝芝突然提出自己想吃水果，女儿不由分说的立马使唤起了我：还不快去！只要你给芝芝阿姨切水果，前面的你说的那些话我可以不计较。我心中冷笑，所以我还得谢谢她。我不知道女儿为什么会变得这样恶劣，之前她明明是那么的懂事乖巧，
就因为我做水果捞的时候不小心切到了手指，他自责了好久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再说过想吃水果捞，就是怕我再次受伤。可现在他却为了林芝芝主动让我去切水果。这时霍廷深也开口叮嘱道：“对了，草莓籽记得剔干净，芝芝只吃无籽的草莓，还有别切芒果，芝芝芒果过敏。”我觉得好笑，哪怕分别了这么久，霍廷深还是能清楚地记住林芝芝的喜好。可他和我共同生活5年，却连我胃病不能吃辣都不知道，到底爱不爱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？偏偏我自欺欺人了这么多年，我正要拒绝，却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还是应了下来。我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，走之前总得恶心他们一下。切水果的时候，我故意切了好多芒果，还往里面放了很多霍廷深和女儿都会过敏的花生。在这期间，客厅里的他们又开始用法语交流了起来。婆婆率先察觉到了不对，乔念反应这么大，她该不会是知道了壮壮的身份吧？霍廷深自信开口：“他那么爱我，就算知道了，也不会离开我的。”林芝芝却担心我会把他们赶出去，这房子写的可是乔念的名字，万一他一气之下把我们赶出去怎么办？霍廷深冷笑，反手拿出了一份协议。别忘了，你男人我可是律师，你觉得我会一点后路都不准备？虽然隔了一定的距离，但我还是看清了上面的字：婚内财产转让协议，转让方是我记忆里霍廷深确实让我签过类似的协议，他说愿意把名下所有的财产都转让给我，说我值得最好的。当时我恋爱脑上头，心里感动，没多想就签了。只是我怎么都没想到，婚内转让财产的不是霍廷深，而是我。5年真情错付，怪我信错了人。好在我的房子是婚前财产，霍廷深就是想转也转不走。不等我想完，霍廷深已经催促了起来：“切个水果怎么这么慢？快点的！”我冷笑一声，把果切端上了桌。林芝芝刚吃一口，立马过敏起了，满脸红疹。女儿也气红了脸，仇人一样的看着我：“你明知道我花生过敏，为什么还放花生？”霍廷深脸色阴沉，把叉子重重往桌上一拍：“乔念，你故意的，这就是你的认错态度。”我眼都没抬：“我没错，为什么要认？”林芝芝捂着胸口，装出一副气若游丝的模样：“廷深，我就知道乔念姐生我气了，要不我还是带着壮壮走吧，就不打扰你们了。”这次我率先伸手拦下他：“你不用走，我走。”说罢，我回房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，就要出门。霍廷深脸色越发难看，紧咬银牙：“闹够没有？本来就是你有错在先，你还耍上脾气了。”我也懒得解释，冷笑一声：“随你怎么想。”霍廷深也是来了脾气：“行啊，那你走，走了之后可别后悔。”我心中冷笑，后悔的是谁可不一定呢。这之后，我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。离开霍家后，我找了个酒店暂时安置下来。刚到酒店，我就收到了律师的回复：“乔女士，您的房子已经成功收回了。”这时，林芝芝更新了朋友圈，配文：“只有我不想要的，没有我得不到的。”照片里，霍廷深和女儿一左一右地搂着他，很是亲密。而照片的背景正是我的房间。我知道他这是在挑衅，若是之前被他这么挑衅，我会气得发疯，现在却丝毫不为所动，只觉得无聊至极。我冷笑一声，反手让律师把房子挂到网上卖。林芝芝会缠着霍廷深，无非就是看上了这套房。若是没有了这套房，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恩爱呢？做完这一切后，我给爸打去电话：“爸，我要离婚了。等我卖了房子，
就回去看您。我爸语气里满是欣慰。念念，你想通了是好事，但怎么突然就想离婚了？是不是霍廷琛那小子让你受委屈了？你告诉爸，爸替你出气。我鼻尖一酸，强忍住要掉落的眼泪。爸，我没事，就是单纯不想和他过了。我爸默了片刻，语重心长道：那佳佳呢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淡淡一笑，都不要了，以后我就陪在您身边，给您尽孝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疲惫地躺在了床上，没多久就沉沉睡去。次日，我难得睡到了自然醒，我不需要早起给霍家人准备一日三餐，也没有操心不完的家务活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舒畅。洗漱完后，我正要下楼买早餐，没想到刚出门就遇到了林芝芝。她手里拿着饭盒，伸手挽了挽头发，嘴角疯狂上扬，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。乔念，你昨晚睡得怎么样？我昨天在你床上可是睡得很香呢。我冷笑，是吗？你睡得习惯就好，没别的事，我先走了。林芝芝一把拉住我的手，乔念，在我面前就别装了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，恨不得一巴掌扇死我，可是没办法，谁让霍廷琛喜欢我呢？想必你也猜到了，壮壮是霍廷琛的儿子，霍廷琛是不可能任由他流落在外的。据我所知，你婆婆也是重男轻女的，比起你女儿，自然更喜欢我儿子。你拿什么和我争？识相的话就赶紧和霍廷琛离婚滚蛋，省得到时候被扫地出门难看。感情他特地跑一趟就是为了提醒我离婚的，其实不用他提醒，我也打算离婚了。我正要回怼，却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林芝芝冷笑一声，把饭盒往头上一倒，瞬间眼泪汪汪地跪在我面前。乔念姐，你怎么对我都无所谓，但求你别赶走壮壮。果不其然，下一秒，霍廷琛直接冲了上来，一脚把我踹开，将林芝芝护在怀里安慰。拙劣的演技，偏偏他信了，看向我的目光凌厉无比。乔念，芝芝因为昨天的事过意不去，好心给你送饭，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？还有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让你赶他们母子走了？实话告诉你吧，壮壮是我儿子，只要有我在，你休想把他们赶走。你要是看不惯，就滚远点。我冷笑一声，一字一顿道：霍廷琛，那是我家，要滚也是你们滚出我家。见我撕破脸，霍廷琛也不装了，冷嗤出声：乔念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当初你签下的那份婚内财产转让协议，转让方上写的可是你的名字，也就是说，现在这房子是我做主。我勾唇一笑，是吗？霍廷琛还不知道，我昨晚已经委托律师把房子清空卖了，钱都已经打到账户上了。见我不为所动，霍廷琛也是来了脾气，冷笑了好几声。好，那这可是你自找的。说着，他立马给婆婆打去了电话，为了让我难堪，还特地开了免提。妈，你现在就把乔念的行李衣服都从家里扔出去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狂到什么时候。可下一秒，电话那头却传出了婆婆的尖叫：不好了，儿子，你快回来！前面突然来了一群人，非说他们买下了这房子，他们不仅把我们东西扔了，还把我们都赶了出来。听婆婆这么说，霍廷琛不由一愣，握着手机的手不住地收紧，墨色的眸子充满疑惑。什么？我根本就没卖过房子，他们是怎么买下的？见我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，林芝芝有意无意地看了我几眼，趁机挑拨：乔念姐，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意外，反而一脸淡定？难道说你早就知道这些人回去家里闹，还是说这些人其实就是你找来的？乔念姐，我知道你还在介意昨天的事情，你有什么气可以冲我撒？
你怎么可以故意找这些人去家里闹呢？现在家里可都是一些老人小孩，要是真的被吓出了什么事怎么办？林芝芝话里话外都在阴阳怪我，讽刺我为了争风吃醋不择手段。被他这么一挑拨，霍廷琛的眸子瞬间冷了下去，脸色阴沉如墨。他咬牙切齿，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。你个毒妇，为了吃醋连这种事都能做得出来，不可理喻。我也毫不客气地反手扇了回去，毕竟我早就不是之前那个逆来顺受的乔念了。霍廷琛，你别什么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，还有你一个脚踏两条船的渣男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说出去也不嫌丢人。霍廷琛气得就要发作，电话那头的婆婆已经催促了起来：儿啊，你赶快回来，那些人手上都拿了家伙，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霍廷琛冷冷瞪我，给了我一个警告的眼神，而后他们便开车赶了回去，我也跟了过去，全当消遣看热闹。刚到家门口，就看见婆婆他们被一群5大3粗的壮汉团团围住，婆婆死拽着其中一个壮汉不松手：这是我家，你们凭什么赶我走？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壮汉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上的棒球棍：老东西，你再敢撒泼，休怪我不客气。霍廷琛见状，立马冲上前，将壮汉狠狠推开：你敢动我妈一个试试？我警告你们，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信不信我报警把你们全都抓走？壮汉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冷笑一声，反手掏出了随身携带的房本，户主那一页赫然写着他的名字。看到了没？这是我家，明明是你们私闯民宅在先，你们还有理了？真要报警，抓的也是你们。看着鲜红的房本，霍廷琛一家纷纷瞪大双眼，震惊不已。霍廷琛则是一脸的难以置信：怎么可能？我才是房主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你们是怎么买到这套房的？壮汉抱手冷哼：自然是找乔念女士买的。闻言，众人纷纷朝我投来凌厉的目光。林芝芝抹了一把不存在的眼泪，借机卖惨：乔念姐，没想到你这么看不惯我，为了针对我，故意雇佣了这些人前来闹事。罢了，我这就带壮壮走，不打扰你们了。霍廷琛一把拉住林芝芝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：乔念，还说不是你，都人赃俱获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勾唇冷笑：这些人不是我雇佣的，但这房子确实是我卖的。听我这么说，众人皆是一愣，但很快霍廷琛就眉头紧锁，脸色阴沉如墨：不可能，那份协议还在我手里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这房子你怎么可能卖得出去？除非你是通过什么非法的途径。林芝芝唇角上扬，却故意假惺惺道：乔念姐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别倔了，快向廷琛认错吧，说不定廷琛还会念在往日的夫妻情分上放过你。看似为我说话，却坐实了我非法买卖房子的罪名。而女儿和婆婆也在一旁落井下石：儿子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报警，以私闯民宅罪把他们都抓起来。对，爸爸，报警，把妈妈抓起来。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我的亲生女儿竟然要报警抓我。若是之前，我肯定会生气委屈，心痛难过，但现在我只觉得可笑。这么想着，我冷笑一声，反手掏出了婚前财产公证的证明，对到霍廷琛面前：霍廷琛，你的协议是婚内财产转移不假，但这房子我早就做了婚前财产公证，从法律上来说我还是房主。一时间，在场众人皆是一愣。林芝芝冷冷瞥了霍廷琛一眼，不满地用手肘撞他：怎么回事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万无一失的吗？霍廷琛脸色铁青，气得银牙紧咬，
指尖发颤，他目光死死地盯着我，咬牙切齿：“乔念，你卑鄙！你竟然背着我偷偷做了婚前财产公证！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诡计多端、心思恶毒的女人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”我觉得好笑，他是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？我瞥了他一眼，冷冷道：“霍廷琛，卑鄙无耻！满腹算计的人不应该是你吗？我们结婚5年，这5年里，我为你们霍家掏心掏肺，任劳任怨。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你不仅背着我偷人，还带小三和私生子登堂入室，鸠占鹊巢。这房子我已经卖给别人了，钱我也收了。现在，请你们滚出这里！”见我动了真格，林芝芝伸手扯了扯霍廷琛的衣角。“廷琛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”霍廷琛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，抬眼看我：“乔念，就算这是你的婚前财产，但我们毕竟是夫妻，只要我们1日不离婚，你就不能赶我们走。”我扬唇冷笑：“你倒是提醒我了。”下一秒，我直接拿出律师拟好的离婚协议，反手扔到了霍廷琛的脸上。“那正好，你把这个签了，我们离婚。”霍廷琛一愣，但很快眼里便沁出了怒意。“什么？你要和我离婚？乔念，你闹够了没有？”他一把抢过离婚协议，当着我的面撕了个粉碎。好在我早就知道霍廷琛的脾性，所以让律师答应了不止1份的离婚协议。我一脸平静地拿出了第2份离婚协议，随便撕，反正不止1份。见我态度冷淡，霍廷琛也知道我动真格了，指尖发白：“你认真的？乔念，就因为一点小事你就不要我们这个家，不要女儿了吗？”说着，他故意把女儿推到我面前，试图让我动容。我却一脸淡漠：“难道不是这个家先不要我的吗？”霍廷琛愣住，眯紧眸子：“什么意思？”我眼都没抬，淡淡道：“忘了告诉你们了，半年前我就报班学习了法语，所以你们说的法语我都能听懂。”“什么？你居然能听懂法语？那岂不是说之前我们说的那些话？”婆婆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脸色难看至极。不等她说完，我冰冷打断：“是的，你们说我的坏话，我全都一字不落地听懂了。学了法语后，我才知道你一直对我生下女儿有所不满，说我是不会下蛋的母鸡。当然了，得亏是我学了法语，要不然我还不知道你们这样在背地里蛐蛐我呢。”霍廷琛则是抿紧薄唇，沉默不语。他张嘴刚想开口说些什么，一旁的壮汉脸上已经浮现出了不耐，疯狂挥舞着手上的棒球棍：“我可不关心你们的家庭矛盾，这房是我的，你们赶紧滚，别在我家面前撒泼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”说完，壮汉便转身进入屋内，砰的一声，将门重重关上。霍廷琛见软的行不通，便迅速冷了眸子，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一字一顿道：“乔念，我是不会同意和你离婚的，你别忘了，我就是个律师，只要你指不出我的原则性错误，你就没法和我离婚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就这么耗着，大不了就耗一辈子。”记忆里，霍廷琛一向正直善良，他会因为辩护人拿不出诉讼费，便自掏腰包替对方补上，相当于免费替对方诉讼。可现在他却变得无赖至极，还仗着他是律师，疯狂钻法律的空子。他之前纵然也钻法律的空子，但那是针对和他利益冲突的对方律师。我怎么都没想到，有朝一日霍廷琛会把这套用在我身上。我一阵下头，恶心想吐，不明白自己之前怎么就瞎了眼，看上了这样一个渣男。这时，许久不说话的林芝芝开口了：“乔念，你想和廷琛离婚也可以，但是卖房钱得分廷琛一半。”婆婆一听，眼睛一亮，也立马来了精神，趁机敲诈：“
不只是卖房钱，还有你亏欠我们一家的精神损失费，我也不多要，就100万吧。哦，对，你还要给我儿子一笔60万的青春损失费，要不是被你白白耽误了这些青春，就我儿子这么优秀，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媳妇，这个损失必须你来出。还有，就算离婚了，你也依旧是佳佳的妈妈，她的抚养费也不能少，怎么说也得300万。这么算下来，你最少也得给我们460万，凑个整500万吧。我听得想笑，好一个狮子大开口，他们也配？我抬眼看向霍廷深，你的意见呢？霍廷深没反驳，全当默认。这一大家子奇葩给我逗乐了，我勾唇冷笑，还500万，想得真美。霍廷深，你是律师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别忘了，你现在可是婚姻里的过错方，婚内找3，还有了私生子，就算离婚，你也1毛钱都拿不到。霍廷深愣了片刻，眉头皱成了一个深深的川字。乔念，你有证据吗？少在这里血口喷人。他以为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。我嘴角上扬，当然有。下一秒，我掏出手机，当着他们的面直接播放了一段录音。这录音正是前面霍廷深曝光壮壮身份时我偷录下来的。得亏我当时多留了个心眼，把霍廷深的话录下来留作证据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要不然现在可就只能被他牵着鼻子走了。录音每播放1分，霍家人的脸就绿上1分，到后面他们的脸已然成了绿黄瓜。该死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霍廷深低骂一声，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的样子，气得攥拳。你前面居然偷偷录音，乔念，我倒是小瞧你了，到手的泼天富贵没了。婆婆也来气，和她废话什么，直接抢过来不就好了？说着，婆婆伸手朝我扑来，就想把我的手机抢走。我先一步闪身躲开，婆婆当即摔了个狗吃屎，膝盖直接被摔破了皮。你个赔钱货，找死！婆婆怒不可遏。我冷眼看着霍廷深，做事就要报警，还不签字离婚了？你再不肯签字，我可就要叫警察来走法律程序了。见我动了真格，霍廷深只能无奈签字离婚，带着一家老小狼狈离去。临走前，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我没忽略他眼中一闪而过的阴狠。霍廷深今天在我手里吃了这么大一个亏，以他的性子肯定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。果不其然，当晚霍家人就发帖造谣我，把我骂上了头条。帖子里他们疯狂引导舆论，颠倒是非黑白。霍廷深把我塑造成把偷人后抛夫弃女的狠心母亲，还说我故意合成录音污蔑他，不仅威胁他净身出户，还向他敲诈了一大笔青春补偿费和分手费。霍廷深是 S 市律所的著名律师，人缘很好，有一堆脑残粉，影响力不可小觑。他的帖子刚一发出，就瞬间在网上掀起了千层浪，网友热议不止。背叛婚姻的贱女人，不得好死！就是霍律这么优秀，他还偷人，怕不是眼瞎了？他可真有脸，自己偷人不说，还污蔑敲诈霍律。脸呢？隔着屏幕，拳头都硬了。有没有知道这女人的联系方式？我好教她重新做人。因为霍廷深平日里作为律师塑造的正义形象，舆论毫不意外地偏向了他们。网友纷纷心疼霍廷深，疯狂网暴我。他们不仅人肉开盒我，疯狂发私信辱骂我，还给我寄恐怖包裹，甚至走在路上我都会被认出我的网友扔烂菜叶、吐口水。就算这样，网友还不解气。他们为了给霍廷深出气，甚至闹到了我的新公司，上司顶不住舆论的压力，只能被迫将我辞退。
我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说没就没，而霍廷深一家则是吃了舆论的红利，他们趁机开直播敛财，通过骂我卖惨疯狂引流，热度居高不下，引得不少网友纷纷打赏。短短1周，他们就赚了1000万。霍廷深直接拿着这笔钱买了个大别墅，带着一家美美。我之所以会知道，是因为入住那天林芝芝拍了照片，还故意私发给我炫耀。乔念，托你的福，我们也是住上大别墅了，想必你现在一定很气吧？可惜呀，我们就是天生的富贵命。霍廷深也趁机给我打来电话，语气是止不住的幸灾乐祸。乔念，听说你不仅被网暴，还被新公司开除，想来很不好过吧？我觉得无语。如果你是来落井下石的，那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。挂了，我就要挂断电话。霍廷深却先一步开口，先别挂，听我说完啊，我可不是那么无情的人。念在我们往日的夫妻情分上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公开和我们道歉，再赔偿我们200万的精神损失费，我就发声明替你澄清，还你清白。我调查过了，你的那套房正好卖了200万，我的条件一点都不为难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他还惦记着我的卖房钱，还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。我正要拒绝，却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勾唇一笑，假意妥协。行啊，那你来我家一趟吧，我们一手给钱，一手发声明。这一次，我定要让他自食恶果，有来无回。霍廷深同意，很快他便如期赴约，来到了我家。见到我，他眼眸微动。一段时间不见，你憔悴了很多。你说你为什么非要和我作对呢？要是你乖乖听话，我也不至于这么对你。我却冷笑，我也没想到你会发帖造谣我。霍廷深，你够狠。霍廷深却不以为意地耸肩，那也是被你逼的。乔念，我也不想这样的，可谁让你不信我，还做了婚前财产公证坑我。行了，把钱给我吧，拿到钱后，我们彻底两清，我也不会再来骚扰你。我冷笑一声，我等的就是霍廷深这句话，他却不明所以。你笑什么？在他疑惑间，我反手从身后掏出了手机，手机上赫然挂着直播。忘了告诉你，从你进门前我就一直挂着直播，你前面说的那些，网友可都听到了。霍廷深一愣，脸色立马阴沉了下去。该死，你竟然敢坑我！我一脸冷漠，我只是正当防卫而已，而且先造谣害我的人不正是你吗？听我这么说，直播间的网友都震惊不已，议论纷纷，舆论瞬间迎来反转。之前还拥护霍廷深的网友，此刻纷纷化身键盘侠，谩骂抨击起了他们。原来这一切都是霍律的造谣啊！真没想到霍律居然是这种人，就是堂堂律师居然找三，还和小三有了私生子，甚至把他们带回家鸠占鹊巢，真够恶心的。这种渣男根本不配当律师，渣男小三都该死。看着弹幕里的谩骂，霍廷深气红了眼，抬手就朝我而来，做事就要对我动手。乔念，你该死！在他的拳头要落到我脸上的时候，警察及时赶到，3两下就把霍廷深制服。霍廷深一脸的难以置信，突然他想到了什么，抬眼看我，是你报的警？我冷笑点头，是我。早在你来找我之前，我就留心眼报了警。说着，我又转头看向警察，趁机状告霍廷深恶意造谣和故意伤人，还提交了这段时间我收集的截图和证据。霍廷深双眼猩红，气得就要冲上来掐我脖子，但他还没碰到我，就被警察强行带走了。这之后，因为证据确凿，霍廷深被关坐牢，而林芝芝和婆婆张玉兰则是遭到网暴。
网友无时无刻都在给他们打骚扰电话，更是往他们住的出租屋大门口写血字、泼大粪，折磨得他们痛苦不堪。期间，张玉兰受不了了，直接找上门来，跪求我放过霍廷申。我毫不犹豫地拒绝。霍廷申自作自受，这是他应有的代价。后来听说林芝芝因为被网暴憋了一肚子的气，直接把怒火发泄到女儿身上，女儿这才开始后悔，经常偷偷给我打电话，哭着求我带她离开。妈妈，我错了，芝芝阿姨天天打我，你把我带走好不好？我却不为所动。佳佳，别再打来了，我已经不是你妈了。再后来，林芝芝受不了这种没日没夜的折磨，果断带着壮壮跑路，儿子坐牢，孙子也跑了。接二连三的刺激，直接让张玉兰中风病倒，从此卧床不起。霍廷申出来后，得知了这一切，气得迁怒于我，直接拿着水果刀找上门。乔念，现在我被你害得家破人亡了，你满意了？你这个女人怎么可以这么恶毒？我瞥了他一眼，冷冷道：霍廷申，你现在这样纯属咎由自取，何况你怎么就确定壮壮是你的亲生儿子呢？霍廷申眸子骤冷，你什么意思？在霍廷申疑惑的目光中，我直接把壮壮和他的亲子鉴定报告甩给了他。你和壮壮的亲子关系根本不成立，他就不是你的亲生儿子。霍廷申一愣，随即疯狂摇头，不可能，你肯定在骗我，壮壮怎么可能不是我儿子？乔念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些都是你合成的，你休想挑拨我们的父子关系。见他执迷不悟，我反手又拿出了几张照片扔给他。骗你的不是我，而是林芝芝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他早就背着你结婚了，根本就不是单身。他接近你只是为了你的房子和财产，让你当接盘侠，给壮壮当个便宜爹。说些来，这些都是网友人肉出来，要不然我也不知道还有这么劲爆的大瓜。霍廷申拿着照片的手不住地收紧，青筋直冒。这不可能，芝芝她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背叛我？他人呢？我要亲自找他问清楚。我冷笑开口，你都家破人亡，无利可图了，他自然也就卷钱跑路了。霍廷申还是不肯相信，为了不让他继续骚扰我，我直接给了他一个地址，这是林芝芝和她老公住的地方。不信的话，你就亲自去看吧。据说霍廷申到了地方后，看到林芝芝挽着别的男人的手，壮壮也撒娇叫别人爸爸。他冲上去想把壮壮抢回来，却被那男人踹翻在地。对我儿子动手动脚干什么？直到那个男人甩出了结婚证，霍廷申才知道自己被骗了。得知真相后，他怒不可遏，气得对林芝芝大打出手。林芝芝也不装了，她说当初接近霍廷申就是为了钱，还说现在的霍廷申就是个废物。两人扭作一团，互不相让，最后警察出面才结束了这场闹剧。我本来以为这之后霍廷申会有所收敛，没想到他又找上了我，还把女儿一并带了过来。几天不见，他眼眶通红，胡子拉碴，憔悴不堪，早已没了当初的精致模样。一看到我，霍廷申就冲了上来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，声音哽咽道：念念，我错了，我都被林芝芝那个贱女人骗了，我现在才知道你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人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这次我肯定好好爱你。说着，他还不忘眼神示意女儿，在他的眼神示意下，女儿也是满眼泪花，泪汪汪地看着我。妈妈，佳佳错了，以后佳佳会做个乖孩子的，一定好好听你的话，求你跟我们回去吧。若是之前他们这么哀求，我可能会心软答应，但现在我脸上一点情绪都没有，冷声拒绝。别在这里假惺惺了，
看得我想吐。还有，他们不是后悔失去了我，只是后悔失去我这个免费保姆而已。像你们这样冷血无情的人，根本不配得到我的爱，也不值得我原谅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为他们妥协，我只为自己而活。念念，霍廷琛张嘴，还想再说什么，我已经掏出了手机，赶紧走，不然别怪我报警。听我这么说，霍廷琛轻叹一声，最终拉着女儿落寞离去。我以为这之后他便不会再来骚扰我，但我显然低估了他的无耻。没多久，霍廷琛再次找上了门，他浑身是血，眼里满是偏执和疯狂。在我疑惑间，他阴笑开口：“念念，我已经把林芝芝那个贱女人给杀了，我替你报仇了，以后不会再有人来欺负你了。”我心里一咯噔，身体不由颤抖。他说什么？他竟然把林芝芝给杀了！在我愣神间，霍廷琛已经冲到了我面前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。念念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这些天你不在我身边，我简直生不如死。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，冰凉的触感让我浑身一颤。一想到他刚杀死了人，我的胃里就止不住的翻江倒海。我冷冷甩开他的手，别碰我，脏！闻言，霍廷琛立马伸手掐住了我的脖子，双眼猩红。脏！你居然嫌我脏？念念，我可是你老公，你怎么可以嫌我脏？你不爱我了吗？不行，你怎么可以不爱我？我不允许！既然你不肯和我复婚，那我们就一起死吧，反正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。说着，他收紧了手上的力度，做事要和我同归于尽。我脸色青紫，呼吸变得困难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警察及时赶到，三两下就把霍廷琛制服，将我解救下来。霍廷琛一脸震惊：“为什么？警察又来了？乔念，又是你！”我捂着脖子，好半天才喘过来气。我冷眼看着他，一字一顿道：“是我。前面在猫眼里看到你浑身是血的时候，我就察觉不对，用短信报警了。”霍廷琛不解：“既然你知道我来者不善，为什么还要出来？”我笑意更浓：“不这样，怎么将你绳之以法？”霍廷琛，这次你是故意杀人，进去了就别想轻易出来了。说着，我把收集到的证据交给警方，任由他们强行押走了霍廷琛。最终，霍廷琛因证据确凿，获罪坐牢，被判无期徒刑。后来，他在牢里也给我写了不少忏悔信求原谅，我都不为所动，反手扔了。至于张玉兰，经此一事彻底疯了，没多久就病逝了。而女儿因为没人照顾，则被送进了福利院。被送进去前，她哭着求我把她带走，我却冷漠拒绝，毕竟我已经不爱她了。这之后，我回了老家，留在父亲身边孝敬，陪他安度晚年。未来的路还很长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